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。今天整容医院的患者接连死亡，而且死亡时全身都出现青紫斑痕，他们似乎又跟谋杀、器官买卖等案件扯上了关系。到底是人性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让这部日本爱情伦理惊悚大戏《狼狈》为大家揭开谜底。按照宇宙惯例，今天的故事主角依然叫小白。小白通过全身整容手术变成了1等1的大美女，一跃成为发展势头最猛的知名模特。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小白，习惯了被人追捧的生活，脾气变得越发古怪，生怕别人给他抢 C 位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十分不客气。这天，小白的财阀男友来后台看他，相亲相爱的两人就地开始交流感情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男友强调小白只能是他一个人的小白。殊不知，为了和基因主这边人们争款资源，小白的老板把他的业余生活安排得十分丰富。有趣的是，小白管自己的老板叫妈妈，不知道是不是日本模特业的规矩，听起来总感觉有些少儿不宜，所以我还是管这个老板叫妈妈桑好了。妈妈桑安排的社交活动结束后，小白回到自己的公寓。作为当红模特，他的公寓也是极尽奢华，装修十分浮夸，采用了美欧法环地中海巴洛克复古形成风。自恋的小白还在墙上挂满了自己的照片。就在他不舍得睡去，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美貌的时候，却惊讶地发现额头上凭空出现了一块淤青。化妆师也是从妈妈桑口中得知，原来小白全身上下就没有没动过的地方，因此时不时出现毛病也是正常的。妈妈桑还把自己8斤8斤的大钻石送给了化妆师，让他承诺保守小白的秘密。妈妈桑带小白来到整形医院进行修复。等待手术期间，小白发现一个近乎癫狂的女人想冲上楼找院长，却被楼下的医护人员拦住。她的脸上斑痕累累。院长得知此事后，向妈妈桑解释，医院赋予这个女人美貌，她也因此获得了幸福，但却没有定期治疗维护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小白也需要时不时返场维修。与此同时，检察官老李正在调查一起案件，恰恰牵扯到小白光顾的整形医院。这家医院可以说是十项全能了，偷税漏税、贿赂政客、买卖器官、使用禁药，反正能干的坏事基本全干了。最近有一起人造美女死亡案件，死者正是这家医院的客人。经过老李调查发现，死者的前夫是一名妇产科医生，整形医院通过前夫非法攫取别人的内脏、皮肤、骨头和肌肉，用于美容整形手术。好家伙，这手术已经不能叫整形了，基本就是把原来的患者扔了，换了个人回来。而做了这种手术的人，必须一辈子服用免疫抑制剂，中途因为各种原因停药的话，就会痛苦的死去。老李发现，最近炙手可热的模特小白，正是这家医院的杰作。经过回炉修复的小白很快复工，芭比娃娃一般的她又过上了时刻暴露在聚光灯下的生活。但偶尔她也会向化妆师倾诉，这样的生活正在一点点掏空她。某天收工以后，经纪人阿珍送小白回到公寓。阿珍是小白的颜狗加舔狗，回到小白家各种帮着收拾东西。小白似乎心情不错，一边照镜子一边跟阿珍聊起家常。这时他赫然发现额头上又出现了更大片的淤青。小白非常害怕美貌不在之后无法继续现在这种被人拥戴、高高在上的日子，因此十分焦虑。原本情绪稳定的小白突然癫狂，急需找到一个征服对象来证明他的魅力，而眼下刚好就有阿珍这个舔狗在。疯狂的小白开始饥不择食。我知道你们不差这点流量啊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圆圆好了。在小白和阿珍打开了新局面的同时，小白乡下的妹妹趁夏令营之便来东京探望姐姐，但妈妈桑为了保守小白整容的秘密，阻隔了她与家人的联系，因此妹妹想看姐姐也需要通过妈妈桑。光看妹妹的模样，估计大家也都明白了她亲亲小白原来长啥样。然而妈妈桑没让两人见面，妹妹只得偷偷抄下小白的地址，给姐姐寄了一张明信片。原本为男友求婚相当兴奋的小白，看到妹妹好不容易进了城，结果被妈妈桑拦着，导致姐妹俩不能相见，一时间心情复杂，又发起神经。阿珍正好撞在枪口上，因为跟小白有了亲密接触，阿珍更乐得为这个美人忙前忙后。但小白出口伤人，声称阿珍就是个变态，只配为自己提鞋。不堪欺辱的阿珍哭着离开，小白又想出奇招，让阿珍帮着报复妈妈桑。阿珍虽然委屈，但还是非常听话的照做了。原来小白让阿珍向八卦杂志爆料了自己即将和财阀男友结婚的消息，这必然会让妈妈桑焦头烂额，疲于应对。小白赞成阿珍安排自己和妹妹秘密会面，许久不见的姐妹俩叙叙旧来。小白鼓励妹妹通过减肥整形变漂亮，人漂亮了就能变坚强，周围的人也不敢再小瞧她。但在妹妹看来，只有坚强的人才有变漂亮的决心。我是没太明白妹妹的意思，为啥坚强了就漂亮了？是足够坚强了才敢去整容吗？还是说坚强了就自信了，甭管别人怎么说，都觉得自己漂亮？又到了小白返场维修的时间，眼见着开柄67毫米自动铅笔芯的针直接往自己脸上戳，小白也慌了。维修完的小白又是精致的芭比娃娃一枚，又能回到聚光灯下享受粉丝们的拥戴。但危机还是来了。
妈妈桑最近挖掘了新闺女，这是年轻漂亮的水原希子，不跟着曾经拿下全阵容的女人。希子一出道就分走小白一大半商务资源，各大杂志的封面也尽数被她占领，无论是摄影师、化妆师，还是各种无名小卒，昨天还围着小白夸她好看，今天就全簇拥到了希子身旁，这让小白非常崩溃，但他也只有通过药物和酒精麻痹自己。这天，疯癫的小白一边质问阿珍和妈妈桑为什么杂志上都是希子的脸，一边跑到天台以死相逼。众人七手八脚，好不容易劝住小白。妈妈桑为了稳定住他的情绪，给他来了一针镇定剂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小白彻底变得不正常了。祸不单行，男友甩了自己，另娶他人的消息传来，小白越发破罐子破摔，开始霍霍别人。他来到阿珍家，当着阿珍的面勾引阿珍的男友阿强。更离谱的是，两人竟然就当着阿珍的面开始深入交流。阿珍像是被下了蛊一般，但凡遇上小白的事儿，都是可以好的没问题。绿帽子都送在眼前了，他也只是流着泪，默默把帽子戴上。一夜春宵之后，阿强对小白念念不忘，正回味着，小白果然又打了电话，盛情邀请他一起下象棋。没想到小白只是把阿强诓骗过来，让这对倒霉鸳鸯替自己向其他当红女艺人泼硫酸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检察官老李那边发现了另外一起人造美女死亡案件。经过调查发现，整形医院背后真正的大客户其实是高官们的家属，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后盾，因此很难被扳倒。老李想到小白或许可以为他所用。原剧中，小白艺名叫莉莉子，老李把她比作童话里的潘中的老虎莉莉。国内这个角色的艺名是虎莲，是一位美丽勇敢又十分骄傲的冒险者。某次拍摄间隙，老李果然来找小白作为证人，帮忙起诉整形医院。小白第一反应当然是拒绝，老李就留下了一大摞资料，飘然离去。小白通过资料才发现，老李不仅掌握大量整形医院的犯罪证据，还握有自己整容前的资料。一旦曝光，自己的星途就算完犊子了。小白无法面对当下的情况，只能通过滥用药物的方式逃避现实。一觉醒来，更让小白崩溃的一幕出现了：希子竟顶替自己，成为了一个冰棒品牌的代言人。好死不死，这款冰棒恰好就叫做美丽冰棒。在小白眼里，希子此刻就是美丽的化身，而自己则是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。失去理智的小白再次指使阿珍作恶，这一回还要毁掉希子的脸。其实小白的通告并没有完全中断，但是他不断滥用药物，已经到了产生幻觉的地步，在通告现场发起了狂。再累醒来，小白发现不仅工作被自己做没了，阿珍也没能毁掉希子的脸。小白害怕没人爱他，害怕从顶轮的位置上掉下来。虽然阿珍反复承诺不会离开他，会一直陪他到底，但小白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爱，而是万人敬仰。不被小白重视的阿珍偶然发现了老李给的资料，他这才知道小白的一切底细。第二天，阿珍将小白整容的资料爆料给了各大媒体，以求小白能够面对真实的自己，脱离这个以完美容貌为追求的人生。小白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凭借着整容前的照片再次登上了头版头条，而他身上的斑痕此刻也多到数不清了。阿珍的所作所为也间接帮助了老李。虽然小白没有出庭作证，但媒体掌握的事实足以在民间引起轩然大波，让那个政客们庇护的整形医院无所遁形。为扭转舆论，妈妈桑还是给小白安排了发布会，化妆师则使出浑身解数帮他遮盖斑痕。虽然利用了小白，老李还是对这个美人心有怜惜。发布会前，他劝小白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，但小白一口咬定，既然没人爱他就要亲手毁了自己。发布会上，面对无数的话筒和此起彼伏的闪光灯，小白一言不发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在座的记者们都只表露了片刻惊讶，闪光灯也只停息了短短一瞬，就又无情地对着受伤的小白拍了起来。最终，小白直挺挺地倒在了舞台上，从此再无音讯。虽然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，但江湖上仍有小白的传说，甚至有人说小白这个艺人并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而是个 CG 人物，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是一场大型真人秀。小白整容传闻的曝光，也同时引起了人们对整形问题的关注。在舆论的鼓舞下，已经有150多位患者对那家整形医院提起了诉讼。可尽管如此，还是有无数年轻人依然对美貌有着可怕的执着。在东京这座钢铁森林里，仍有许许多多像小白一样的老虎莉莉，甚至也包括小白的妹妹。如今，妹妹也来到东京打拼，并且通过整容模样大变，走上了和姐姐小白相似的道路。名利场上，美人们的争奇斗艳仍在继续。希子在某天收工后，来到一家地下俱乐部，里面各种怪力乱神不一而足。希子似乎瞥见了阿珍，好奇驱着她一路尾随。没想到，隐退酗酒的小白竟在如此隐蔽的地方另立起了一个自己的王国。影片就此结束，但正如老李所说，老虎莉莉们的冒险永不落幕。初看影片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肯定是电影里极具风格化的画面，
而这种光怪陆离的浮夸风格，完全来自于导演全川史花。相比于在电影方面的成就，全川史花在摄影方面的成就显然更高。其作品特点就是把色彩和光影的变化运用到极致，尤其以花、金鱼、女性的题材见长。他的几部电影代表作《恶女花魁》《人间失格》《太宰治和三个女人们》在美术造型等方面都极为明艳瑰丽，而这种风格恰好十分适合用来表现追求美艳又变化莫测的娱乐圈。其中影片中，不管是小白还是西子，甚至是年华老去无法通过美貌赚钱，就再造一批美人替自己赚钱的妈妈桑，都是穷其一生追求美貌，而最终被美貌所累的人。尤其是小白，他一直认为获得美貌才能获得力量，他也确实通过美貌取得了一定的福利。然而一旦美貌不在，就会被以往那些只看脸的受众抛弃。他忽略了真正他一路走来的是当初从乡村走出来闯荡的勇气，而非后天得到的美貌。但外在美不是永恒的，对外在美的追求却是无止境的。一旦过于依赖外在的力量，就会被反噬。哪怕没有整容后遗症，他也终有老去或者颜值走下神坛的一天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咱们下期见。